女孩趁下课的间隙，偷偷倒了一杯隔壁同学的牛奶，然而还没等她喝进嘴里，就被路过的同学不小心撞翻。她本想悄悄溜进厕所清洗，这让心生委屈的她不顾上课铃声的响起，毅然决然地跑出了学校。而女孩之所以会被如此嫌弃，跟她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凯特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却一连生了4个女孩，而如今第5个孩子也即将出生。由于父母的偏见，4姐妹从小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关爱。不仅如此，因为凯特的年纪最小，3个姐姐总会把不满发泄在她的身上，这也就导致凯特的性格变得十分孤僻，并且在家中的存在感很低，以至于她每次受到委屈时，总会独自一人躲进匣子的床底。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寻得一丝内心的安宁。然而，就算凯特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情绪，命运却依旧没有停止对她的捉弄。这天晚上，凯特在楼上无意间听到了父母的谈话。原来为了给即将出生的弟弟腾出地方，母亲丝毫不顾凯特的感受，竟和父亲商量着将他送到远房的姨妈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懦弱自卑的凯特没有下去和父母争吵，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隔天一早，父亲将凯特的东西装进了车里，此时的他们依旧没有选择将这个决定告诉凯特，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在此刻对于他而言，却只剩下未知的恐惧。不久后，凯特来到了姨妈家中，她小心拘谨地站在姨妈面前，试图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一些，可双手那不自觉搓衣角的动作，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安和惶恐。然而姨妈却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一般，脸上绽放出一个温暖而又亲切的笑容，看着眼前这个瘦弱且胆怯的女孩，并一直陪伴她渐渐睡去。然而第一次在外留宿的凯特，却还是有些局促不安。第二天一早，凯特像是犯了错误似的站在窗边，姨妈本以为凯特只是不习惯新的环境，可直到她掀开被子时才发现，原来是凯特尿床了。善良的姨妈没有责备凯特，而是用温柔的言语，在姨妈的暖心陪伴下，凯特不仅学会了切洋葱、熨衣服等诸多生活技能，而且闲暇时，姨妈还会带着她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去品尝山间甘甜可口的井水。现在的她不但可以帮姨妈分担一些家务，同时也改掉了尿床的习惯。最难得可贵的是，凯特的脸上多了几分浅浅的笑容。这天姨妈因为有事外出，所以姨父只好带着凯特一起去农场干活。对于这里的一切，凯特感到十分的好奇，于是趁姨父专注工作的间隙，她悄悄溜了出去。等姨父察觉时，周围早已不见凯特的踪迹，于是他立刻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在农场里大声地呼喊着凯特的名字。经过一番焦急的寻找，终于在一间马厩里发现了凯特的身影。边却变成了严厉的批评，或许是察觉到自己过于严苛，于是隔天在上班之前，他满怀愧疚地将一块夹心饼干放在了桌子上。看着那块小小的饼干，凯特读懂了姨父的心意，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饼干放进了口袋里。自那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亲近。凯特不仅每天都会到农场帮忙，同时还会向姨父提出许多天马行空的问题，而姨父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为他解答，并且还会带他玩一些趣味游戏。Tá spága fada go bhfuil tú mar. Pátí. Well, Brookshies go bun an lána chuig an mosca agus aráis. Den bosca. An bosca puist, rinne mé de rúd ar margin, ich bhfuil rud ar behan. Raiglat, gin mé tóis déana da hógan seart. 在姨父的鼓励下，凯特终于迈出自信的步伐，奔跑在这条充满生机的小路之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渐渐的凯特越发依恋这个家里的一切。他喜欢姨妈为他梳头发时的宠溺，也沉醉于姨父给他讲故事时的温馨。然而，正当凯特沉浸在这份幸福中时，一场葬礼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份宁静。这天，凯特在与姨妈做水果酱时，姨父突然走过来说了一句：“凯特不理解姨父和姨妈谈话的含义，只是再次看到姨妈时，她的眼眶中隐隐有泪光闪烁。的装扮让店员直夸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对于店员的误解，俩人默契般的没有选择解释，或许在他们心中都渴望拥有这份美丽的误会。葬礼上，凯特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肃穆的场合让她心生困意。邻居看到后告诉姨妈，她可以先将凯特带回家照顾，等他们祭拜完后再来接她回去。回去的路上，两人边走边聊。也就在这时，凯特从邻居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原来姨妈以前有过一个儿子，但在一次玩耍中不幸掉进河里溺水身亡。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一夜之间白了头发，直到此时凯特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住的那间房子里会贴满男孩子喜欢的贴纸？为什么姨妈总会给他穿一些男孩子的衣服？原来他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晚上，当姨妈来接凯特回家时，凯特脸上那隐隐疏离的情绪让姨妈意识到，那个他埋在心底多年的伤疤，终究还是被狠狠揭开。回到家后，悲痛欲绝的姨妈立马躲进了房间哭泣，而姨父则带着凯特来到了海边，讲述了这段不愿被提及的往事。姨父告诉凯特，姨妈并没有什么恶意，她只是还没有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并没有把她当成是谁的替代品。姨父的开导让凯特纠结的内心逐渐舒缓开来，解开心结的他们仿佛变成了真正幸福的三口之家。姨妈每天都会给她梳漂亮的头发，带她一起去井边打水，姨父则依旧会鼓励她继续奔跑，还夸赞她一次比一次快。在凯特的陪伴下，姨妈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霾，和丈夫的感情越来越好，而凯特也在这个温暖的家庭中变得愈发自信和开朗。然而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一封信的到来却改变了现有的幸福。凯特的弟弟出生了，母亲要求他回家帮忙分担家务。凯特希望自己能留下来，但姨妈却说听了两人的对话，姨父默默地来到了2楼窗边，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的一切。而看到这一幕的凯特心中也泛起了一阵酸楚。第二天，因为邻居家的小牛即将出生，所以姨父和姨妈都被请去帮忙。独自在家的凯特决定在临走前帮姨妈做点什么，于是她拿着水桶来到井边，准备打水做些家务。然而由于力量不足，凯特不幸掉了下去。此时正在忙碌的姨妈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她丢下手里的工作，慌忙跑回家中。可一番焦急的寻找却未能找到凯特的身影。这时她突然想到了经常带凯特去打水的那口水井。不久后，他们将凯特安全地送回了家，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姐姐对她依旧是满脸嫌弃，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那般冷漠。家中弥漫的压抑气息让老两口不忍再继续待下去。临别时，姨妈送给妹妹许多食物，她希望妹妹能够善待凯特，给予她足够的温暖和关怀。在与凯特依依不舍的告别后，老两口怀揣着满心牵挂默默地走了。看着姨父姨妈离去的背影，凯特心中顿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不舍。这种不舍如汹涌的潮水般将她瞬间淹没，几乎是下意识的举动。凯特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最终在院落的门口，她再一次投进了姨父温暖的怀抱。一句饱含深情的表白，是凯特对姨父爱意的真诚表达，更是他对于这个家的深深眷恋。同时他们还用无私的爱与关怀修补着凯特那即将破碎的童年。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陡峭巍峨的高山峻岭，但只要我们能心怀爱与勇气，就一定可以抵达幸福的彼岸。因为花会沿路盛开，而以后的路也是如此。